像有些时候我们经过一些运动用品店，会卖那种小朋友的衣服啊，我们每次都会告诉自己，哇，以后一定要有机会能够来买这些衣服，但是每一次都失望。大家好，我是六月，让我们欢迎新手奶爸 Ellie 的爸爸腾哥。嗨，刷一刷的观众你们好，我是 Ellie 的爸爸。你真的把这个秘密就是保持得很好我完全没有发现整个孕期只有一位艺人有见过 Gina， 而且他也没有发现，就是你们刷一刷的肖欣宁。他都没有发现。那很初期啦，那3个月的时候，我太太基本上到后期就没有再出现了，因为医生的嘱咐啦，医生就是跟他说，他的体质的关系，最好还是在家里躺着比较好。然后他也是因为有孕吐的关系，他真的是基本上是吐到生，所以他整个过程他没有胖到太多。其实我们这次也没有公布，也是因为不想说给 Gina 太多的压力嘛，因为有些时候大家的一些期待跟祝福，有一些会有无形的压力，然后特别是我们也对自己其实也有无形的，就是一些期望，有些时候你就是怕也会怕有失望啦，所以就是变成是我们整个过程都战战兢兢，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来。腾哥，那你能不能真的就是说几个你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刻，你觉得你度过了这个难关，对你来讲真的意义重大的？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整个5年的一个过程吧，说短不短，然后说长也没有到很长，只是说这5年的过程间中有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也是啦，所以我觉得印象深刻是我们其实有一度就是要放弃了，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次会有些心中一个理想家庭的那个画面嘛，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象着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狗狗带着小朋友，然后出国玩还是什么的，然后像有些时候我们经过一些运动用品店嘛，然后他们会卖那种小朋友的衣服啊什么的，我们每次就会告诉自己说，哇，以后一定要有机会能够来买这些衣服，但是每一次都失望。后来我们就干脆就是放宽心，就觉得说也不要去想，我们的生活老实说已经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每一天都是很稳定，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缺少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会更完美啦。对，但是有些时候又不敢去奢求，以前嘛的心态都会是说只要我够努力，任何事情都好，只要我够努力，我看到目标，我应该就可以完成嘛。但是后来发现说，哇，生小朋友这个东西并不是努力就能够可以得到的，它那个完全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吗？不是在你能够控制的范围，所以就很多时候会有无助跟无力的感觉。对，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这样走来到今天，就觉得很庆幸了。那当然，我其实也是想说利用这个机会鼓励一些朋友了，就是说真的就是不要放弃，但是同时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放宽心，一切都是个缘分啦，对啊。后来是因为我跟我太太有在讨论啦，我太太就是说她觉得她可以再尝试多一次这样子，因为毕竟经历整个过程是他，所以我会尊重他的意见嘛。不管他愿不愿意，我都跟他说，我说我都100%支持你。我们又采取了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受孕的方法，就是他真的去买一个试卵纸，你知道吗？我知道，排卵试纸，然后呢，他就会去测嘛，测之后看哪一天是最高几率的。对，然后我们就用科学方式，就是按表操课。对，我们然后我太太就说：“来咯，今天要交功课哦。”对，所以那一阵子，老实说，我也尽量就是饮食也好，还是身体的状态也好，运动都要维持住了，因为就是要确保 everything 是 OK 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用这个方法，我们其实试了第3个月就成功了。就蛮快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哇，这个还蛮有效的。就是你刚刚有一直提到说，就5年嘛，是因为之前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第1胎，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大
大周数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是小朋友就离开了嘛，很突然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对我跟我太太打击都很大了，因为其实因为是第一次嘛，那老实说，面对很多的状况，我们其实也不了解。那经过了那个次的经验之后，我们其实就对很多的怀孕的过程也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你知道，我们甚至细微到就是我们其实有一点极端啦，这个我不鼓励大家做，就是我们会买一个胎心的监测仪器哦。它就是一个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就像你去看妇产科那样的，你可以自己去听宝宝的心跳声，然后你可以去测他的心跳指数。那这个东西，很多人有说啦，就是说你干嘛要这样子弄到你自己那么压力什么的。可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状态不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要每一天哦，有听到宝宝的心跳，我们才会安心的说啊，OK 好，我们可以安心入睡。就是一天一天过，你知道，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就是真的是个挑战嘛。妇产科不建议。为什么会不建议？就如果 OK，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有问啦，是因为医生说你有听或没有听，其实对宝宝来说没差别。那有些时候你有这个东西，你反而会造成一种焦虑，因为有些时候你听哦，你自己找不到那个宝宝的心跳，你不是就自己吓自己。是明白。对，我太太是比较叛逆的人啦，所以妇产科到最后也是说，你们开心就好。你的 baby 是儿子对不对？是，没错。他叫做 Allison。对。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因为其实这个名字是有找老师啦，找老师去匹配的。然后刚好我很喜欢的一名足球队的巴西的那个守门员，世界顶级的守门员也叫 Allison，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刚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可爱，而且你又可以叫 Ellie， 就是2个字也 OK， 然后又蛮中性的，因为现在蛮流行蛮中性的名字嘛。我可以问一下，他是几月几号生的吗？什么星座？那个我可以讲星座，巨蟹座。OK， 巨蟹座啊，那巨蟹座的话，现在应该有1-2个月嘞，1个多月了。他会有小名吗？还是就是叫他 Ellie 了？没有，他小名就叫小腾。为什么会有这个小名？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照超音波的时候，然后我们有照那个4D 的建模嘛，就是可以看到他的脸，然后我们就看出，哇，天哪，怎么跟我小时候好像？看得出来啊。就是以我小时候的脸跟他当时的脸，我们就觉得怎么那么像？所以我们后来就叫他小腾。那你现在生出来之后还像你吗？这个不知道是悲还是喜。目前来说感觉蛮像我，所以 Gina 就很生气，她说：“哼，我这么辛苦直接生了一个迷你版的你。”不过她蛮清秀的啦，我觉得她有一点秀气的这一块就蛮像妈妈的。所以像腾哥，你现在已经当了1个多月的爸爸，你觉得心情怎么样？其实为了这一刻已经准备很久了啦，然后心情其实就是觉得说，老实说，我内心还蛮平静的，就感觉上就是你为了一场重要的比赛，你准备了很久，然后终于上场了，你反而是平静的心态，然后就去面对这一切。我唯一比较手忙脚乱的时候是得知他快要出生那一刻，就是要赶去医院的时候，那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老实说，我们是蛮突然的，就是我太太突然间有点宫缩，然后有见红，然后我太太就叫了一声嘛，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点血耶，就立刻送她去医院，所以当时就很紧张。然后到医院之后就一切交给那个医生了嘛，所以就会比较 OK 了。不过那整个过程就是有比较担心是那个时候。你记得你在做什么吗？那个当下，你们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我当下我们在家里，然后我应该在用电脑吧，然后他在洗手间嘛，对啊，所以还好我在家嘛，对啊，所以就 OK 这样子。那腾哥就是宝宝出生到现在吗？你有没有已经有那种我真的是他爸爸的那种感觉？一直都有啊，在肚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天天在跟他说话了，胎教的时候每一天都在跟他讲话。还没有怀孕之前，我太太每次都会念我，她说：“
因为有些时候我比较幼稚嘛，还是生活习惯比较邋遢，他就会讲说：你确定你现在这样子能够当爸爸吗？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好好好好，是，对啊，所以其实都有一直做好那个准备啊。你现在做了爸爸1个多月嘛，你学会了什么？冲奶、洗澡、换尿布。洗澡已经会了，换尿布会，抱宝宝会，其实基本上我都会耶。像腾哥你说，你有帮宝宝换尿布吗？就是有没有不小心，有一个意外，你喝到了一些东西？哇，我跟你讲，我的宝宝，我们现在给他多一个称号，叫做便便王。哦，因为他太恐怖了，就是我们每一次要帮他换尿布嘛，换好了之后，他突然间就噗，就一坨便然后我们要带他去洗屁屁，然后洗屁屁的时候呢，他又给我再喷大便，喷多一次，然后有些时候会漏在喷到地上，喷到墙壁。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有护士有特别教我，他说你在换尿布不要在他正前方，因为一定会被喷到了。所以我就很庆幸的，就是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个位置要站在对的方位，你知道吗？但是我的小朋友真的很会大便，所以每一次吃饭之前、吃饭之后，我的月嫂啊真的很辛苦。我有记录，我连续就是换了又换至少6次。所以是你全程都在产房吗？你是跟进去拍摄的吗？对，就是我在外面先等，然后等到医生叫我说你可以进去了，然后我就要穿上那个卫生的整套衣服嘛，就到产房，然后我就要站在我太太的头的旁边，然后她前面下面就有隔着一个板嘛，就是不要让我们看到。所以当时我就是问我太太说，是开始了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直到那我太太，因为她是半身麻醉，所以她也不知道开始了没有，她是感觉到好像有人在动来动去。然后呢，突然间我们就听到医生喊 push push， 然后呢，医生就那喊来去，然后我们才意识到什么已经要出来了吗？然后 next moment 就听到 baby 的哭声。那我太太就哗啦哗啦眼泪就流下来，然后我也开始在那个情绪的时候，哇！突然间医生就很快把 baby 这样子啪放在我脸旁边，说赶快要不要拍照？然后我说啊，可以拍照啊。然后我正要拿手机的时候，突然间另外一个 baby 的护士又把他接走了，然后又把我推去那个那个台子说，哦，你要剪脐带了。然后我又很战战兢兢。剪脐带是怎么样剪？他就给我一个剪刀，说你就直接剪下去。我就一开始我以为脐带就像肠子这样嘛，对，软软的嘛，没有，它很硬它很像是一个塑胶管它很硬。然后我一开始剪的时候我还不太敢用力然后我是医生就在旁边说，你敢这样剪下去，我才那就把那个脐带给剪断，就很奇妙。那你们现在宝宝已经出世1个多月了嘛？你们目前的作息跟分工大概是怎么样？因为目前还有月嫂在啦，那月嫂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啦。那我们比较担心就是说，如果月嫂如果他毕业之后，我们就真的是才是真正的挑战的开始啦。晚上应该是妈妈啦。你看，对，自己分了。我自己先分啊。我们会想办法分的啦，就到时候一定会。你问了一个很实际，我一直想避开的问题。那你有没有希望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其实老实说，我不会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我其实比较我想的比较多的是，我要怎么样去陪他做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我一直跟我太太讲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去迪士尼啊，然后我要带我的儿子去看 NBA， 去美国看 NBA 啊。带他去看足球啊什么的，我会想比较多是，我想要跟他做什么事情。所以腾哥就经历了整个过程嘛，到现在你觉得你有什么话想跟你太太说的吗？很感谢他当时没有放弃嘛，所以因为他的坚持，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画面吧。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
然后给自己一个大大的鼓励，这样。你现在宝宝出生了嘛？接下来的工作上面呢，会有什么改对变吗？，所以工作可以不会有改变，工作就是要跟大家说，哎，我回来啦。接下来有什么欢迎找我。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 Ellie 说？我对 Ellie 很简单，就是说只希望你能够健康的长大，然后好好的去体验这个世界，然后感受很多的温暖跟爱。对，然后我想跟他说，不管什么事情，爸爸会陪在你身边。好嘞，再一次恭喜腾哥，恭喜你，谢谢恭喜 Ellie 的爸谢谢大爸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 like、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看哦。